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又见面了，小主们。胖妮这1年多都在讲古装影视剧的解析，从《甄嬛传》到《如懿传》，再到《知否知否》，发现这些优秀的古装剧中都有几位温柔又烈性的女子。《甄嬛传》中有刘珠和眉庄，《如懿传》中有海兰和锁心，《知否知否》中有明兰的小娘和祖母。胖妮上期讲九子夺嫡背后的女人，再次重温《步步惊心》，错意地发现少年时候追剧时看的女主若曦，除了哭还是哭，而那位站在她身后的姐姐若兰，却成了胖妮重温此剧时最喜欢的一个角色。这种感觉大概就是小时候追《西游记》，只顾着看猴子，居然忽略了女儿国国王这样的美貌女子，简直是灾难啊！若兰的扮演者是台湾演员刘心悠。从2011年《步步惊心》开播到现在，若兰这个角色，胖妮认为是所有古装剧中最可怜的女子。她的一生被困在红墙绿瓦的紫禁城，除了对若曦笑过，没有对任何人笑过。这个在马背上长大的西北女子，一脚踏进紫禁城，锁在侧福晋的躯壳中，可怜的活了一生，也厌倦了一生。而这些都拜八爷所赐。年少不懂若兰，觉得八爷这么好，为何他一直冷冰冰，从不给八爷温暖？过了10多年后再看，才懂了若兰的执念。他的一生从未放过自己。八爷第一次见若兰，他对若曦说起时，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柔情的光。老八的人设能有这样的深情之处，实在难得。也从侧面看出他对那个无拘无束在马背上驰骋的若兰有多喜欢。他对若曦这样说：我第一次见你姐姐，她15岁，那年你父亲回京述职，她也随着来了。天气出奇的好，天空蓝得像水洗过一样，微风中夹杂着花香，透人心脾。我和2个小厮去郊外骑马，远远地望见一个小姑娘在山坡上骑马。你也见识过若兰的骑术，她那天比在马场上骑的还要好。笑声像是一串串银铃般飘洒在山林间，里面满满都是快乐，让听到的人也觉得心里面全是快乐，跟着笑起来。当时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。紫禁城漂亮的姑娘有很多，但若兰却不同。就是这样一次见面，皇上一道旨意就决定了若兰的一生，旨意让若兰嫁给他做侧福晋。自从出嫁那天，这个笑声像一串串银铃般飘荡在山林间的女子，却再也没有笑过。若兰这个角色选角相当成功，气质如兰，一颦一笑沁人心脾，像一个遗世独立的美人。她和妹妹若曦同是马尔泰将军的女儿，一个蕙质兰心，遗世独立，一个则闹腾贪玩，狐朋狗友一大堆。起初追剧时会觉得这姐妹俩一静一动，简直是完美姐妹中的最强搭档。后来追到快大结局，再回首看若曦起初的模样和最后的模样对比，原来曾经活泼好动的姑娘，最后也活成了若兰的样子。若曦活成了若兰，若兰一直羡慕着若曦那敢爱敢恨的性格。现在我们回到故事开头，来看看若兰和八爷的故事。依着八爷和若兰的回忆所说，若兰未嫁到紫禁城之前的性格，就是若曦前妻的性格，活泼好动，甚至还是个闯祸精，喜欢笑，也喜欢骑马。她是将军之女，生来就是洒脱的女子。那天她在山坡上骑马，笑声如银铃般爽朗。八爷之所以被这笑声和若兰在马背上的身影所迷住，就是因为他在她身上看到了紫禁城女子中没有的气质。无拘无束的若兰，这样的女子哪个男子不喜欢？一道圣旨降到马尔泰家，将军之女，命运就是这般如浮尘漂浮，她只能含泪出嫁。当八爷等待2年，终于娶到他心心念念的若兰时，他是难以控制情绪的。那个在山坡上骑马的影子，这2年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飘过。他掀起盖头时，眼前的若兰再也不是那个在山坡上朗声长啸的若兰了。盖头下，八爷想的是他低头谄笑的神色，可他看到的是穿着一身红装，满脸泪痕，伤心哭泣的若兰。其实这里八爷应该也是错愕的，他记忆中的女子不是这种性格。这个盖头就像是给若兰设定的前世今生，盖头之前她是自由的。掀起盖头，面对紫禁城囚禁的人生，蕙质兰心的若兰上线了。若兰嫁八爷后，再没有骑过马，也没有笑过，每天和八爷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。反正就是老八当年因笑生情，那么若兰再也不笑。老八第一次见若兰就是骑马，
那么若兰便再也不骑马。你瞧他，看似慧质兰心，其实骨子里执念很深，也很倔强。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办法反抗这种不幸的婚姻。八爷怀疑过很多次，眼前的若兰和山坡上的若兰，判若两人完全不同。他甚至都觉得自己当年是不是娶错了侧福晋。直到后来得知若兰和青山的故事，老八才明白了这些所有的前因后果。若兰和青山青梅竹马，彼此深爱。皇帝一道圣旨降临，打碎了若兰所有的期许，也没法与青山相守终身。老八查出一点猫腻，就派人去西北打听。若兰的父亲为了让青山躲避这些纠葛，就派他做了前锋。之后这位青梅竹马战死沙场。在若兰心里，要是没有老八多事去调查这些，青山便不会做前锋战死沙场。终究这一切都是被老八给毁了。八爷从那时起在若兰心中就出局了，所以他不争不抢，从来不会为自己维护。面对嫡福晋的刁难，从来都一声不吭。机关算尽的王府，就他一个人不争不抢，超然世外。这是若兰的反抗，而这反抗一旦开始，就是一辈子。马尔泰若兰，他也想过这辈子就这样吧。回忆了前因后果，再来看看若兰的聪慧之处。刚开始嫁给老八，她有很多意难平，可面对王府和他父亲，她还是选择了妥协，就像当初想尽一切办法回宫的甄嬛一样。甄嬛回宫后，眼神中没了前妻的期盼和深情，多了很多算计。可是这些算计远不会让她害死四大爷。那时后玉娆嫁人，她父母从宁古塔回来，她又生了双生子，还册封贵妃，这一切甄嬛都顺从了。她是想和四大爷就这样在宫中相伴到老的，也算是认命了。可惜后来四大爷赐死果郡王，接二连三死了太多人，甄嬛这才开始真正黑化，弄死了四大爷。而若兰和甄嬛其实都差不多一个意思，嫁给老八，意难平太多，可她在紫禁城，青梅竹马在遥远的西北，自己的命数就是如此。她认了命，想着做好本职工作，当好老八举案齐眉的侧福晋就好。她怀孕就是最好的证据，她不介意为老八生孩子。这种情感和回宫后的甄嬛很像，若命运如此，那便顺从就好。若兰回忆说，我怀到3个月的时候，将军突然战死沙场了。你瞧，青山的死打破了他所有的期许，导致小产。然后从那天开始，老八在若兰心中真的被判了死罪，再也无法赦免的那种，就像甄嬛给四大爷判了死期一样。他原本想着人活着变好，大家各自沿着不同的生活轨迹好好活着，可后来人没了，这种枷锁若兰带了一生，甄嬛同样也带了一生。若兰觉得青山的死是他造成的，甄嬛更觉得云里的死也是他造成的。这两位，一个选择了杀死对方，一个选择地狱般的冷漠过一生。若兰不在意荣华富贵和名誉地位，只是倔强的死守。她和心上人青山的往昔回忆，对待老八客气到几近残忍的冷漠。无论八爷再耐心温暖等候，也融化不了这座千年冰山。这是他对自己的惩罚，亦是对老八的惩罚。就是这种几乎折磨自己又折磨他人的手段，让若兰在紫禁城可怜了一辈子。老八深爱着若兰，他害怕触碰到若兰的底线。前妻青山没死，若兰怀过孩子，那么至少前妻若兰对老八妥协过。再看嫡福晋对若兰的态度和算计，就知道老八对若兰比对他上心。就是因为太爱太在乎，老八才害怕若兰的。他对若兰的爱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，害怕她伤心，害怕她冷漠，小心翼翼的呵护。其实我们追剧时，从老八喜欢若曦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他是爱若兰的。他之所以喜欢若曦，正是从若曦身上看到了若兰在山坡上骑马银铃般笑的样子，他把对若兰的那种期许移到了若曦身上。有一个片段是若兰为了保护若曦，为了家族荣耀主动站出要骑马，这时她的神情油然而生的自信。这是若兰到紫禁城后第一次骑马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妹妹若曦。其实若兰也就只有若曦这一点念想了吧。她在马背上飒爽英姿，让老八看到了当年遇见若兰时的样子，天真浪漫，无拘无束。那一刻老八的神情是这样的，不敢信，诧异。他看着马背上自己的妻子，习惯了他冷漠的冰山脸，再次看到他翻身上马时错愕的老八，又对这个若兰不认识了感到陌生了。
老八的眼神对若兰除了爱意还是爱意。他对若曦前期所有的好，也是因为若曦的活泼，像极了在西北时的若兰。他想去弥补，想去保护，也想去爱面前这位女子，可到底一切都错付了。老八深爱若兰的还有最后一点证据，那就是若兰死之前，他一纸休书给了他最后的自由。他听到写休书，眼神从复杂到平静，只用了几秒。就在那几秒钟，老八想通了他和若兰之间的所有恩怨。他含泪一笔一笔写下休书，给了他自由。若不是真爱，他又怎会休了他最想呵护的女人？看着若兰痛苦，他心如刀割。在青山这件事上，老八是无辜的，但同样，他也是这段悲剧的始作俑者。他一直想要去弥补，可惜在若兰那里，永远都得不到回应。累了倦了后，只有在死之前，放他去做他的女人。一直觉得，老八深爱的人，从始至终都是若兰，那个静如处子，第一眼就爱上，像极了若曦的若兰。这种成全，只有对深爱之人才能做到吧。毕竟得到很容易，可是放手，不是谁都能做到。若兰对老八的执念深不深？与其说若兰对老八的执念深，不如说他对自己的执念更深。其实他在恨和埋怨老八的时候，更多的是从未放过自己。青山是他心底的一根刺，青山说的每句话他都记得，他喜欢他穿什么戴什么他都记得。那伏羲风烈马图是他在紫禁城所有的寄托和念想。青山的死，若兰从未放过自己，他放不过自己，自然不会对老八有好眼色。胖妮一直觉得他活得很坚毅，也是他越来越深刻的坚毅，让胖妮看到了他对自己的不放过，对自己的执念。老八痛苦，他何尝不比老八更痛苦呢？可后来，若兰受若曦的影响，也慢慢学会了放下，学会了陪着老八走完最艰难的日子。他对自己执念太深，因爱恨着老八，这种恨是对自己的不放过。等想通后，对自己放过了，也对老八多了些相伴之情。其实胖妮并不喜欢老八对若曦的那种情深，每次看到他看着若曦时，总觉得若曦是若兰的替身。他是温柔的，对若兰就能看出老八这个人物的温柔。有人说他对若兰很残忍，其实胖妮不这么认为。他对若兰不是残忍，而是在想办法去弥补。他知道因为自己莽撞让别人出了事，这段婚姻他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呵护，小心翼翼让他不那么难过。这些年若兰的冷漠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老八，他骨子里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残忍。若兰爱过老八，他为爱妥协过，为他怀过孩子，为他笑过，也为他习惯着紫禁城的日子。可惜他们之间夹着一条人命。若兰执念太深，这条人命他放不过自己，对老八更是不敢再多想。临死时，他靠在若曦怀中，虚弱的让人心疼。这样美好的女子，终究是把眼泪还给了紫禁城。而老八的深情，他或许也感动过，可到底老八还是没能坚守住若兰。老八没等到，所以成全了他。纵是举案齐眉，到底是意难平。所爱隔山海，可惜山海永远不可平。若曦的爽朗也活成了若兰的忧伤。这两位都在等待自己的爱人，最后都没等到。若兰最后能让人觉得庆幸的是，她终于不用再做被这紫禁城囚禁的女子了。一纸休书让她满心离去，她还能再活成那个马背上奔驰，爽朗大笑，期待着心上人的活泼若兰。他们好像都不喜欢被困住在紫禁城。若曦不喜欢，若兰不喜欢，甄嬛也不喜欢，可惜要住在那里一辈子。眉庄也不喜欢，她放纵了自己一次。如懿更不喜欢，剪碎画像，史书都未曾留过她的痕迹。这些所有的意难平下，都有烈性女子反对帝王围城婚姻下的束缚。有的女子妥协了，意难平的活着；有的拼死一搏，终究是走出了这明争暗斗的紫禁城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